我与妹妹一起重生，回到了被金圈首富顾家领养的那天。她抢先一步，用天真无邪的模样指向我：“叔叔，您是我姐姐的偶像哦，如果她能被您收养就好了，我不要紧的。”我被首富顾怀山带走，妹妹姜薇在我身后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：“姐姐，这一次换你好好享受首富一家折磨人的生活了，而我会过得越来越好。”上一世，她被顾家收养，沦为周旋于男人间的交际花，下场凄惨。而我被一对贫困夫妻收养，却凭借自己的头脑一飞冲天，成了商界新贵。她以为交换人生就能夺走我的辉煌，可我的好妹妹，她怎么会知道，地狱或是天堂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。顾家的资源只会让我爬得更快，因为我唯一信赖的，从来都只是我的脑子。踏入顾家大门的那一刻，我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不是医院那种刺鼻的气味，而是混杂在昂贵香薰里的一丝冰冷的无菌的气息。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对我微笑，那笑意不及眼底。江瑶小姐，我是您的家庭医生，请跟我来，我们需要为您做一个全面的健康评估。我被带进一个堪比小型医院的医疗室，抽血、扫描、心理问卷、智商测试。我像一件被拍卖回来的古董，正在被买家仔仔细细地检验真伪和价值。2个小时后，首富夫人夏兰才终于牵起我的手，她的掌心温暖干燥，说出的话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审视。瑶瑶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她带我来到我的房间，那是一个巨大的粉色公主房，堆满了最新款的娃娃和玩具。喜欢吗？这些都是妈妈为你准备的。我看着那些幼稚的东西，顺从地点头。谢谢妈妈，乖孩子。夏兰拍了拍我的头，随即递给我一张课程表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要学习这些东西：钢琴、马术、法语、商业礼仪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你的零花钱会根据你每周的学习成果来发放，如果学得不好，零花钱会取消，明白吗？”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控制出险。我乖巧地回答：“明白了，妈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”夏兰似乎很满意我的顺从，又交代了几句便离开了。晚餐时，我第一次见到了首富顾怀山，他坐在主位上，气场强大，无怒自威。餐桌上很安静，只有刀叉碰撞的细微声响。听说我是……顾怀山用餐巾擦了擦嘴，突然开口。我立刻放下刀叉，坐直身体。是的，爸。我说的真诚又热切，一个孩子对英雄的崇拜，最能满足一个男人的虚荣心。顾怀山果然很受用，有点意思。小孩子不都喜欢明星吗？明星创造的是幻影，而您创造的是帝国。顾怀山和夏兰对视一眼，眼神里流露出这件商品物超所值的满意。饭后，顾怀山把我叫到书房，他丢给我一份全英文的财报。看得懂吗？可以试试。我花了1个小时，不仅看完了，还指出了其中2处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。顾怀山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真正的惊讶，他沉默了许久，才开口：“从明天起，除了你妈妈安排的课程，你每天晚上来书房跟着我学东西。”是，爸爸。我低着头，掩去一切情绪。我知道，第一关我过了。深夜，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却毫无睡意。我拿到了进入这个名利场的入场券，但挑战才刚刚开始。我回忆起上一世，姜薇被收养后，不出半年就被送去参加各种酒会。她学的不是商业，而是如何取悦男人。而我这一世要学的显然更多。第2天，我按照课程表开始了陀螺一样的生活，直到晚上，家庭医生再次出现。他递给我一杯牛奶，温柔地说：“瑶瑶，喝了它，有助于睡眠。”我看着那杯牛奶，闻到了一股极淡的杏仁味，是镇静类药物。他们怕我这个外来者有任何不可控的情绪或行为。我抬起头，对他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。谢谢叔叔。我当着他的面将牛奶一饮而尽。进入顾家的第2周，家里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，是顾怀山生意上的伙伴。姓李。晚宴上，夏兰突然笑着对我说：“瑶瑶，给李叔叔弹一首你上周刚学的钢琴曲吧。”我愣了一下，那首曲子我只练了3天，远谈不上熟练。这是在公开贬低我。妈妈，我怎么不想弹吗？夏兰的笑容未变，但话语里已经带上了一丝压力。顾怀山也看向我，他的表情很平淡，但那意味着不容拒绝。我只能走到钢琴前坐下，琴声响起，因为紧张，我有几个音弹错了。一曲结束，李总客套的鼓掌：“不错不错，才学1周就弹得这么好，真是个天才。”夏兰立刻谦虚的摆手，话里却带着刺：“李总您过奖了，这孩子笨得很，还需要好好调教。跟我们家阿泽比，差远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少年从楼上走下来，他长相俊朗，眉宇间却带着一丝桀骜不驯。他就是顾怀山的私生子顾泽。爸妈。他懒洋洋地打了声招呼，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亲密。哦，这就是你从孤儿院买回来的新玩具。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。阿泽，不许胡说！夏兰呵斥道，却毫无力度。这是你妹妹，江瑶。妹妹。顾泽嗤笑一声，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捏住我的下巴。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野种，
也配当我妹妹？他的动作粗暴，带着侮辱性，我被迫仰起头，对上他挑衅的脸。上一世，姜薇就是这样，在一次次的人格侮辱中，逐渐麻木，失去了自我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我的沉默似乎激怒了他，他看到了我口袋里露出的一角，那是我从孤儿院带出来的唯一纪念品，一个手工缝制的、已经洗得发白的布偶兔子。他一把扯了出来，拿在手里把玩。哟，都进了顾家的门，还留着这种垃圾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打火机，点燃了布偶的一只耳朵，火苗窜起，烧焦的味道弥漫开来。那一瞬间，我清晰地听见自己心里某根弦断裂的声音。住手！我冲过去想抢回来，顾泽轻易地躲开，任由那只兔子在我面前化为灰烬。他将烧黑的残骸丢在地上，用昂贵的皮鞋碾了碾。不就是一个破烂玩意儿吗？大惊小怪。我看着地上的灰烬，身体微微发抖。我转向顾怀山和夏兰，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公道。然而夏兰却拉住我，用责备的口吻说：瑶瑶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哥哥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快跟哥哥道歉，说你不该这么小气。偏袒，如此赤裸裸、毫无道理的偏袒。顾怀山从头到尾冷眼旁观，最后才发话，却是对我说的：记住你的身份，在这个家里，顾泽比你重要，你的任何感受都必须排在他后面，这是你必须学会的第一条规矩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不是在期待亲情，但我没想到他们的工具化利用竟是如此的直白和残酷。我低下头，轻声说：对不起，哥哥，我错了。顾泽得意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对顾怀山撒娇：爸，我下个月生日，想要一辆新的法拉利。好，给你买。顾怀山一口答应。晚宴结束后，我一个人回到房间，我没有开灯，只是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花园里被精心修剪过的植物，它们看起来完美，却没有一丝生气，就像这个家，也像即将被规训的我。口袋里一支微型录音笔的指示灯在黑暗中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熄灭。顾泽的霸凌从那天起变得明目张胆。我在贵族学校的第一天，他就联合他的那帮跟班，把我堵在了洗手间。喂，孤儿院的。为首的男生轻佻地吹了声口哨。听说你很会弹钢琴，给我们表演一个呗。我靠着冰冷的瓷砖墙，没有说话。顾泽走上前来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迫使我抬头。哑巴了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头皮传来一阵剧痛。我不会。我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不会。顾泽笑了，笑得恶意满满。那就学啊。他把我推向满是污水的地面，用你的手在这地板上给我们弹一曲《欢乐颂》。周围的男生发出哄堂大笑，这是最直接的人格侮辱。我看着顾泽那张扭曲的脸，想起了上一世的姜薇，他是不是也曾这样被逼着跪在地上，放弃所有的尊严？怎么，不愿意？顾泽的脚踩在我的手背上，用力碾压。我告诉你，在这里我就是规矩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骨头被碾压的剧痛让我几乎晕厥。就在这时，上课铃响了。顾泽啐了一口，不甘心地松开脚。算你运气好，放学别走，我们继续。他带着人扬长而去。我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，手背上一片青紫高高肿起。回到教室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很快，关于我是个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的孤儿的谣言就在整个年级传开了。他们孤立我，嘲笑我，把我的书本扔进垃圾桶。我成了全校的笑柄。放学后，我被顾泽堵在了学校后门的小巷里，他身后跟着7、8个高大的男生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想好了吗？今天弹什么曲子？顾泽抱着手臂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我没有理他，转身想走，2个人立刻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让你走了吗？顾泽的声音阴沉下来。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。他一步步向我逼近，手里掂着一根棒球棍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，求我。暴力威胁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你觉得你做的这些，爸爸会不知道吗？顾泽的动作一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敢去告状？我不需要告状。我平静地说。你每次欺负我，爸爸的车就停在不远处的街角。顾泽的脸色变了，他下意识地朝巷子口看去。我继续说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他只是在默许。他在看我能忍到什么地步。你胡说。顾泽有些色厉内荏。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。你以为你在欺负我，其实你只是爸爸手里的一根鞭子，用来驯服我的工具而已。你闭嘴。顾泽像是被踩到了尾巴，恼羞成怒地举起了棒球棍。你打啊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没有丝毫退缩。你打下去，看看爸爸是会惩罚你，还是会更欣赏我这个耐用品。棒球棍在空中停住了。顾泽的额头渗出冷汗，他死死地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惊疑和不甘。他想不明白，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女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智和胆量。最终，他狠狠地把棒球棍摔在地上。我们走。一群人灰溜溜地离开了，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，紧绷的身体才慢慢放松下来。我赌赢了。我赌顾怀山这种人欣赏的是狼而不是羊。可当我回到家，迎接我的却不是顾怀山的赞许。
客厅里，顾怀山和夏兰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阴沉。顾泽跪在他们面前，脸上挂着泪，手臂上缠着绷带。爸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妹妹开玩笑的，可我没想到她会把我推下楼梯。夏兰一看到我，立刻冲过来，不由分说的给了我一巴掌。你这个恶毒的东西，我们家收养你是让你来害我儿子的吗？我被打得偏过头，耳朵嗡嗡作响，重大栽赃陷害。我看向顾怀山，他只是冷漠地看着我。去祠堂跪着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？顾家的祠堂阴冷潮湿，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膝盖早已麻木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求饶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眼泪是最廉价的东西。他们要的不是我的解释，是我的屈服。深夜，门被推开，夏兰端着一碗粥走进来，放在我面前，她的姿态依旧高高在上，用关爱的语气说着恶毒的话。瑶瑶，别怪妈妈心狠。阿泽是顾家唯一的男丁，他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应该明白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他这是在对我进行情感勒索。喝了吧，别饿坏了身体。明天是你正式被介绍给所有人的日子，不能出差错。我看着那碗粥，没有动。怎么，还要我喂你？夏兰的不耐烦浮于表面。我抬起头看着她。妈妈，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哥哥要撒谎？他没有撒谎。夏兰打断我，斩钉截铁。就是你推的他。瑶瑶，你要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扭曲认知，精神操控，他们要我从心底里承认我是错的，顾泽是对的。我拿起那碗粥，慢慢喝了下去。我知道了，妈妈，是我错了。夏兰满意的走了。我靠着冰冷的柱子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那碗粥里加了比平时更多的镇静剂。第二天，我被精心打扮，穿上昂贵的礼服，像个精致的洋娃娃。顾家的宴会盛大而奢华，金圈名流悉数到场。我挽着顾怀山的手臂，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聚光灯下，顾怀山举起酒杯，高声宣布：感谢各位今晚光临，我身边这位就是我的养女江瑶。一阵掌声响起，我微笑着，得体地向众人致意。同时，顾怀山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我也要宣布另一件事，我的儿子顾泽将正式成为顾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顾泽身上。他站在顾怀山另一侧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。而我，这个刚刚被介绍的养女，瞬间成了一个笑话，一个衬托他地位的华丽的背景板。顾怀山举起我的手，和顾泽的手交叠在一起。他对着我说，也对着所有人说：瑶瑶，以后你要好好辅助你的哥哥，做他最得力的帮手。这是公开的羞辱，我的希望在这一刻被彻底扼杀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丑，在舞台中央供人观赏。夏兰走过来，温柔地拥抱我，在我耳边轻语：瑶瑶，这就是你的位置，你要认清楚。宴会结束后，疲惫的我回到房间，顾怀山却在等我。他坐在沙发上，将一份文件丢在我面前的茶几上。打开看看。我打开文件，里面是关于我妹妹姜薇的详细调查报告。照片上，她蜷缩在肮脏的角落里，脸上、身上满是亲子的伤痕。报告里写着，收养她的那家姓张，儿子是个有暴力倾向的超雄综合征患者。姜薇的日子过得比地狱还不如。你的妹妹正在被毁掉。顾怀山的声音冰冷，不带一丝情感。那个张家的儿子很快就会因为另一起伤人案入狱，张家会彻底垮掉。他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我给你一个选择。他抽出另一份文件，放在姜薇的资料旁边。那是一份关于未来科技的投资计划书，前景广阔，估值上百亿。我可以出手，把你的妹妹从那个火坑里捞出来，送她去国外，给她一笔钱，让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他点了点那份投资计划书。或者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来主导，如果你做成了，你在顾家的地位将无人可以撼动。他俯下身与我平视。但你只能选一个，救你那恨不得你死的妹妹。他的问题像一把淬毒的匕首，直直插进我的心脏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。我选项目。我的回答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犹豫。顾怀山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近似于欣赏的神情。为什么？救他，是满足我瞬间的道德感。但他烂泥扶不上墙，只会把我拖下水。我平静地陈述事实。而这个项目能给我带来真正的价值。爸爸，您教过我要选择价值最高的那一项。我将上一世从他身上学到的冷酷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。顾怀山笑了。很好，你比我想象的更像我的女儿。他将那份关于姜薇的文件当着我的面扔进了碎纸机。从今天起，这个人与你再无关系。我看着那些纸屑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
姜薇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上一世你推我下楼时，我们的姐妹情分就已经断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全身心投入到那个科技项目中。我白天上课，晚上跟着顾怀山学习，凌晨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研究项目资料，分析市场数据。我几乎不睡觉，身体的疲惫远不及精神上的高度亢奋。我拿出了上一世在商场摸爬滚打10年的所有经验和知识，撰写出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，让顾怀山和公司的一众高管都为之震惊。他们无法相信这是一个10几岁女孩能做出来的东西。顾怀山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不再是审视，而是真正的看重。他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决策上询问我的意见，甚至在一次董事会上，当顾泽提出一个愚蠢的营销方案时，顾怀山直接打断他，让我发表看法。我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方案中的10几处漏洞，并提出了更优的替代方案。顾泽当着所有董事的面被驳得体无完肤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会议结束后，顾泽在走廊拦住我：“江瑶，你别太得意，你不过是我爸养的一条狗。”他气急败坏地低吼：“是吗？”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袖口，可是这条狗现在好像比你这个亲生儿子更有用。你……我没再理他，径直离开，因为我知道我和顾泽之间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而夏兰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，她不再对我冷嘲热讽，反而时常关心我的身体，给我送来补品。瑶瑶，别太累了，女孩子家身体最重要。我明白，我在这个家里的价值已经得到了他的认可，他开始把我当成一枚新的、更有用的棋子，一枚可以用来对抗顾泽、巩固他地位的棋子。这个家里没有亲情，只有永恒的利益交换。项目进展得很顺利，我成功为公司拿下了第1轮融资。庆功宴上，顾怀山当众宣布任命我为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，所有人都向我投来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。顾泽站在角落里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我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：“哥哥，多谢你，如果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激励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”我微笑着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。关于姜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张家的儿子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判了重刑，张家为了赔偿和打官司，卖掉了唯一的房子，彻底一贫如洗。而姜薇被张家父母赶出了家门，听说她现在在一家廉价的练歌房里做服务员。这些消息是夏兰无意中透露给我的。她一边替我整理着领口，一边用惋惜的口吻说：“真是可怜，毕竟是你妹妹。”我看着镜子里的她，那张保养得宜的脸上写满了试探。妈妈，爸爸说过，他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淡淡的回答。夏兰的手一顿，随即又恢复了温柔。你说的对，是妈妈多事了。你现在是项目负责人，不能被这些琐事分心。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如果我心软去帮姜薇，就会在顾怀山那里失分，也会给自己树立一个妇人之仁的标签，而他则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这个家里每一步都是陷阱。周末，我正在公司加班，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电话那头是姜薇沙哑又充满恨意的声音：“江瑶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我过得这么惨，都是你害的。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。”我靠在椅背上，听着他的无能狂怒：“我抢了你的，姜薇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是你自己把我推给顾家的？那是因为我知道顾家是火坑。”他尖叫道：“我是在保护你，可你呢？你过上了好日子，就眼睁睁看着我掉进地狱。你这个白眼狼！”他的话荒谬的可笑。所以你打电话给我是想做什么？骂我一顿？我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他才用一种近乎乞求的声音说：“姐姐，我错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们是亲姐妹啊，你不能不管我。”上一世他也是这样，在走投无路时找到我，我给了他工作，给了他钱，可他回报我的却是从高楼上致命的一推。可以啊，我轻笑一声：“你来顾氏集团楼下等我，我给你安排个工作。”真的吗？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。当然。我挂了电话，拨通了人事部的内线。喂，帮我查一下，公司现在是不是还缺清洁工？半小时后，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到了姜薇。她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衣服，面色蜡黄，眼神却因为希望而发亮。我将一份劳务合同推到她面前。这是清洁工的合同，月薪3000。姜薇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。清洁工？江瑶，你让我去当清洁工，你是在羞辱我吗？我是在帮你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这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工作。你没有学历，没有技能。他被我堵得说不出话。江瑶，你就是故意的！他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就是想看我笑话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”他的尖叫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。我端起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。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签了合同，明天来上班。你做梦！姜薇气得浑身发抖，她抓起桌上的水杯就朝我泼了过来。我早有预料，
微微侧身，冰冷的水全部泼在了我身后的一个人身上，一个穿着高定西装、气质金贵的男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姜薇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忙道歉。男人没有看他，而是拿出一方手帕，慢条斯理地擦拭着西装上的水渍，然后他看向我，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。江瑶小姐，久仰大名。男人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。他叫沈玉，是金圈另一大家族沈家的继承人，也是顾氏集团潜在的竞争对手。沈总。我站起身，礼貌地点头。沈玉的目光越过我，落在惊慌失措的姜薇身上。这位是我的。姜薇听到我的话，脸上血色尽失，她想反驳，但在沈玉强大的气场下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沈玉轻笑一声，没再追问。听说江瑶小姐最近主导的天穹计划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不知是否有机会能和江瑶小姐共进晚餐，聊一聊合作的可能。他的邀请来得突然，目的也太过直白。沈总过誉了，合作的事应该由我们公司的商务部来谈。我婉拒道。不，我只想和江瑶小姐谈。沈玉的眼神深邃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锐利。因为我知道，在顾家能做主的只有你。他的话信息量巨大，不仅是肯定了我的能力，更是在暗示他清楚顾家内部的权力结构。这时，姜薇突然冲到沈玉面前，急切地说：“沈总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从孤儿院出来的野种，是他抢了我的位置，我才是。”闭嘴！我冷声喝止他。沈玉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姐妹俩上演的这出闹剧，她没有理会姜薇，只是对我说：“看来江瑶小姐今天不太方便，那么我改日再登门拜访。”说完，她转身离开，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。姜薇还想追上去，被我一把拉住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是你，都是你！姜薇甩开我的手，状若疯癫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就是顾家大小小姐，和他谈笑风生的人就是我。是你自己放弃的，我没有。她嘶吼着。我只是想过好日子，我有什么错？我看着她扭曲的面容，忽然觉得很没意思。合同不签，就滚吧。我丢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回到公司，我立刻让人去调查沈玉。这个男人太危险，他似乎对我了如指掌，而我对他却一无所知。傍晚，顾怀山把我叫到书房。今天沈玉来找你了。消息传得真快。是。他说了什么？他想和我们合作天穹计划。顾怀山沉默了片刻。你怎么看？沈家野心太大，与他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顾怀山点点头，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。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。他话锋一转。但是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。我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别人觊觎。他的话里带着浓浓的警告。我就是他的东西。我明白，爸爸。还有。顾怀山看着我，你那个妹妹处理干净。我不想因为她。是。走出书房，我感到一阵寒意。顾怀山在警告我，也在利用我。他利用我对付沈玉，就像他利用顾泽来打压我一样。在这个家里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棋子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能跳出棋盘的棋手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夏兰的电话。妈妈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想和您聊一聊。我和夏兰的会面约在她常去的一家私人会所。她穿着一身优雅的旗袍，正在慢悠悠地品茶。找我什么事？她放下茶杯，开门见山。妈妈，您想让顾泽彻底出局吗？我也很直接。夏兰的动作一顿，随即又恢复了镇定。你什么意思？顾泽最近在负责城西那块地的项目，对吗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抛出了另一个。是又怎么样？我查到他挪用了项目款去填补他的赌债，数额不小。夏兰的脸色终于变了。你有证据？我将一个 U 盘推到他面前。所有的转账记录都在里面。夏兰拿起 U 盘，手指微微颤抖。她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和妈妈您想要的是一样的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一个没有顾泽的顾家。夏兰沉默了。我知道他在权衡利弊。顾泽是顾怀山唯一的儿子，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而我只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。扳倒顾泽对他来说风险极大。你凭什么觉得我应该帮你？夏兰问。因为我是您唯一的选择。我冷静地分析。顾泽烂泥扶不上墙，就算他继承了顾氏，早晚也会被他败光。到时候您能得到什么？而我能为您守住这份家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顿了顿，我永远不会威胁到您的地位。最后这句话才是关键。夏兰需要的是一个能为他创造价值又绝对听话的傀儡，而我现在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。良久，夏兰终于开口：你想怎么做？3天后是集团的季度董事会，到时候您只需要……我将我的计划全盘托出。3天后，顾氏集团的董事会如期召开。
顾泽作为城西项目的负责人，正在意气风发地做着报告。就在他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夏兰突然发难：“阿泽，在你报告的第3部分，关于资金使用明细，我有些疑问。”顾泽显然没料到夏兰会突然发难，愣了一下。妈，您有什么疑问？夏兰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了投影幕布，幕布上 PPT 的内容突然切换，变成了一张张银行转账的截图，每一笔都清晰地指向了澳门的地下赌场。会议室里一片哗然，顾泽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这不是真的。他指着我，疯狂地大叫。我坐在位置上，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。顾怀山坐在主位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他看着顾泽，眼神里是彻骨的失望和愤怒。把他给我带下去！2个保安冲进来，将还在大喊大叫的顾泽拖了出去。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董事都看着顾怀山，等着他做最后的决断。顾怀山闭上眼，在睁开时已经恢复了冷静。城西的项目从今天起由江瑶全权负责，散会。他起身离开，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。我知道顾泽彻底完了，而我赢得了这场战役最关键的胜利。夏兰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做得很好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彼此心照不宣，新的联盟就此结成。顾泽被顾怀山送去了国外，名义上是留学，实际上是流放。没有了顾泽这个障碍，我在公司的地位扶摇直上。顾怀山似乎也默认了我的能力，将越来越多的核心业务交给我处理。我成了顾氏集团名副其实的2号人物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被收养后的短短1年内。我的名字成了金圈商界一个传奇，所有人都说顾怀山捡到宝了，只有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用尊严、血泪和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换来的。这天，我正在处理一份紧急文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江总，楼下有位姓江的女士找您，她说她是您的妹妹。”江薇，我没想到她还会来找我。让她上来。几分钟后，江薇出现在我的办公室，她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憔悴，但也多了一丝说不清的东西。找我什么事？我没有请她做。江瑶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怨恨，反而是一种诡异的平静。我怀孕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孩子是顾泽的。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。他勾搭上了顾泽，想母凭子贵，只可惜他算错了一步，顾泽已经出局了。所以呢？我问。所以江薇挺直了腰板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我肚子里怀的是顾家唯一的孙子。江瑶，你现在应该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嫂子。顾泽已经被送走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一文不值。我冷酷地打破他的幻想。不可能！江薇尖叫起来。他是爸爸唯一的儿子，爸爸不会这么对他的。事实就是如此。江薇的脸一点点垮了下去，她喃喃自语：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她忽然抬起头，死死地瞪着我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还要害我的孩子！她像个疯子一样朝我扑了过来，想抓我的脸。我轻易地躲开，按下了桌上的呼叫铃。保安，把他请出去。2个保安很快进来，架住了江薇。江瑶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他的咒骂声回荡在空旷的办公室里。我坐回椅子上，感到一阵疲惫。这场重生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我除掉了一个又一个敌人，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晚上，我回到顾家，顾怀山和夏兰都在。我将江薇怀孕的事告诉了他们。夏兰的反应很激烈。这个祸害，绝对不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。顾怀山却很沉默，他看着我，问：你觉得该怎么办？他又在考验我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爸爸，这件事不该问我。哦，那该问谁？该问您自己。我直视着他。您是想要一个留着顾家血脉，但母亲是个麻烦的孙子，还是想要一个没有血缘，但能为您守住江山的女儿？我把难题重新抛给了他。顾怀山看着我，看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发怒，他却忽然笑了。你说的对。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。喂，处理掉姜薇肚子里的东西，做得干净点。姜薇的孩子最终没有保住，我不知道顾怀山用了什么手段，只知道那之后姜薇就彻底疯了。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去医院看过他一次，他蜷缩在病房的角落，怀里抱着一个枕头，嘴里不停地喊着宝宝。看到我，他突然冲过来，抓住铁栏杆，拼命地摇晃。再来一次，江瑶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这一次我一定选你，我选你去顾家，我不要了，我全都不要了。他哭得涕泗横流，状若癫狂。护士过来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，他才慢慢安静下去。我站在门外看着他，心里没有怜悯，也没有快意，只有一片虚无。离开医院，我接到了夏兰的电话。瑶瑶，你爸爸出事了。我赶到医院时，顾怀山躺在 ICU 里，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突发性脑溢血。夏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。医生说
就算救回来，也可能是植物人。顾氏集团因为顾怀山的倒下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股价大跌，人心惶惶。董事会紧急召开，所有人都在为公司的未来争吵不休。就在这时，沈玉出现了，他带着他的团队和一份对顾氏集团的收购要约，他要趁火打劫。江瑶，把公司交给我。他在会议室里对我志在必得地说：“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”我还有另一个选择。我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什么？我嫁给你。我看着他震惊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顾氏和沈氏联姻，强强联合，这比你用卑劣手段收购能得到的更多。”沈玉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很清楚。我迎着他的目光。我没有时间和你谈情说爱，这是一场交易。你帮我稳住顾氏，我帮你登上更高的位置。你得到你想要的，我也得到我想要的。沈玉沉默了，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良久，他笑了。江瑶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狠心的女人，也是最聪明的，不是吗？他向我伸出手。合作愉快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冰冷但有力。3个月后，我和沈玉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顾氏集团的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。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站在他身边，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。我成了这场商业联姻中最风光的女主角。婚礼结束后，沈玉带我去了精神病院，在姜薇的病房外，他停下脚步。你知道吗？他当初找上顾泽是我安排的。我身体一僵。我只是想看看，你这个被顾怀山看中的养女，到底有多少能耐。沈玉的声音很轻。结果，你一次次让我惊喜。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是。他承认的坦然。商场如战场，不是吗？他转过头看着我。但是现在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江瑶，我不想只和你做交易了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放在他的心口。这里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我看着他，这个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猎物的男人。我抽回自己的手。沈玉，别忘了，我们只是交易。我转身走向医院的长廊尽头，那里阳光明媚。我的人生从来不需要依靠任何人，无论是顾怀山还是沈玉。我是江瑶，我就是我自己的帝国。